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来到微光夜读。你在县城过着舒适的生活，最好别管家乡的事。周国强点燃一支烟，烟雾中他的笑容看不太清楚。你给林县长当了6年司机，怎么真以为找了个大靠山？我告诉你，这是村里的事，谁来也没用。陈远明握紧了拳头，窗外傍晚的阳光正慢慢被黑暗覆盖。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陈远明驾驶着黑色帕萨特驶入县道时，空气中已经漂浮着一层淡淡的雾霭。3月的乡村青黄不接，麦苗刚刚返青，道路两旁的杨树抽出嫩芽，鹅黄的颜色在阴沉的天色下显得有些刺眼。车子颠簸着驶过一片片农田，陈远明摇下窗户，深吸一口气。6年未归的家乡，空气里依然是那种熟悉的味道，泥土的芬芳混合着农药的苦涩。电话突然响起，屏幕上显示林县长。陈远明立刻接通，调整声音的语调，恭敬而不卑微。林县长，小陈啊，到家了吗？林淑林的声音一如既往的温和。刚进村路口，再有10分钟就到家了。好好照顾你父亲，有什么需要帮忙的，随时打电话。林淑林顿了顿，不过这段时间我去省里开会，你这假期可能要延长几天了。没问题，林县长，您放心。挂断电话，陈远明的嘴角微微上扬。6年的相处，他早已习惯了林淑林这种不疾不徐的语调，即使是关心，也总是不动声色。车子拐进村口的小路，陈远明放慢了速度。记忆中坑洼的土路如今已经铺上了水泥，道路两旁的农舍也焕然一新，许多房屋都换上了红砖白墙，院子里停着摩托车和农用车。李湾村，他的出生地，他的根，曾经贫瘠的土地如今也沾染上了发展的色彩。陈远明没有直接回家，而是调转车头驶向村东头的果园。那是他大伯陈大川的心血，也是他童年最美好的记忆所在。每年秋天，满园的苹果挂在枝头，红彤彤的，像一盏盏小灯笼。车子在果园门口停下，陈远明皱起了眉头。围墙倒了一大片，砖石散落一地，几棵果树被连根拔起，横七竖八地倒在地上。陈大川站在残破的围墙边，单薄的身影在夕阳下显得格外孤独。大伯，陈远明快步走过去。陈大川转过身，花白的头发被风吹得凌乱，眼神里是掩饰不住的疲惫和沧桑。远明，你回来了。老人的声音有些沙哑。听说你爹病了，不用管我这边，先回去看看吧。陈远明摇摇头，父亲只是老毛病犯了，没什么大碍。大伯，这是怎么回事？陈大川望着满地狼藉，叹了口气。第3次了，前2次我自己修好，这次，他指了指被拔起的果树，有些哽咽。这些树都30多年了。陈远明蹲下身，抚摸着断裂的树干，树皮粗糙而温暖，仿佛还带着阳光的温度。报警了吗？报了，来看了一眼就走了，说是无法确定肇事者，让我装个监控。陈大川苦笑一声，我一个老农民，哪懂这些？是谁干的？大伯心里有数吧？陈远明站起身，目光变得锐利。陈大川沉默了一会儿，缓缓道：村里要建工业园，我这片地正好在规划范围内，其他人都签了转让协议，只有我，所以就来这一手。陈远明的声音冷了下来，是周书记的意思。陈大川没有直接回答，
只是转身朝果园深处走去。跟我来。穿过被破坏的围墙，他们来到果园中央，一棵高大的苹果树孤独地矗立在那里，粗壮的树干上布满了深深的刀痕。这是我爷爷种下的，已经有70多年了。陈大川轻抚着树干，脸上露出温柔的神情。小时候，我就在这树下玩耍。结婚那年，我和你大妈就在这树下拍的照片。你爹出生时，我也是在这里等的消息。他深吸一口气，目光变得坚定。他们说给我双倍补偿，但要推平整个果园。我不为别的，就为这棵树，也不能同意。陈远明静静地听着，心中升起一股难以言喻的敬意。在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还有人愿意为一棵老树、一段记忆而坚守。大伯，我明白了。他拍了拍老人的肩膀，你放心，我会帮你的。陈大川摇摇头，你有你的工作，别为难自己。再说，他犹豫了一下，周书记在村里一手遮天，谁敢惹他？前几天他还当着全村人的面说，就算你给县长开车又怎样？这是村里的事，谁来也没用。陈远明眼中闪过一丝锐利的光芒，但很快就消失了。他笑了笑，先回家吧，大伯，爹还等着呢，其他的事慢慢再说。天色完全暗了下来，果园里只剩下风吹过树叶的沙沙声，像是一曲低沉的叹息。陈远明的家在村西头，一座典型的农村2层小楼，灰墙红瓦，院子里种着几棵石榴树和一片菜地。刚推开院门，就听到屋里传来谈话声。老陈啊，你这病没什么大事，休息几天就好。一个洪亮的声音说道。远明这孩子有出息，给县长开车，咱们村的骄傲啊。是啊，只可惜他哥走得早，不然现在。陈父的声音低沉而沙哑。陈远明推开门，屋内的谈话声戛然而止。远明回来了。陈父挣扎着要起身，爹，别动。陈远明快步上前，扶住父亲，你好好躺着。他转头看向坐在一旁的中年人，微微点头。周书记。周国强站起身，脸上堆满笑容。远明回来了，这么多年不见，越来越精神了啊。陈远明淡淡的笑了笑，谢谢周书记关心，不用这么见外，叫我国强哥就行。咱们是从小玩到大的。周国强拍了拍陈远明的肩膀，听说你爹病了，我赶紧过来看看。你爹跟我爹是老交情了，这点心意你们收下。他指了指桌上的补品和水果。陈远明道了声谢，脸上的表情不冷不热。爹，您先休息，我送周书记。两人走出屋子，站在院子里，夜色已深，只有门前的一盏灯泡散发着昏黄的光。国强哥，我刚去大伯那边看了。陈远明开门见山，果园的围墙又被推倒了，还有几棵果树被拔了。周国强脸上的笑容微微一僵，但很快又恢复如常。是吗？现在治安真是不好，我明天就让村里的治安队去看看。用得着治安队吗？谁干的？不是很清楚吗？陈远明直视着对方的眼睛，周国强的目光闪烁了一下，随即叹了口气。远明啊，你这些年在县城，眼界开阔了，应该明白发展的重要性。咱们村能有今天的变化，都是靠引进项目发展经济。你大伯那块地正好在工业园区规划范围内，他一个人卡在那里不动，影响的是全村人的利益啊，所以就可以强拆。谁说强拆了？我们是按政策办事，给的补偿比标准高1倍。周国强有些激动，但很快又压低了声音。远明，
我知道你在县长身边工作，但这是村里的事情，希望你能明白其中的分寸。”陈远明沉默了一会儿，忽然问道：“国强哥，工业园区是什么企业投资？补偿款为什么比市场价低那么多？”周国强的眼神瞬间变得锐利：“你问这些干什么？我只是好奇，毕竟是家乡的事。”两人对视了几秒，空气中弥漫着一种看不见的火药味。最终，周国强撇了撇嘴：“陈司机，咱们明白人不说暗话。你在县城吃香的喝辣的，家里的事少管为妙。你大伯那块地，说白了就是块绊脚石。”他点燃一支烟，烟雾缭绕中，他的笑容变得模糊。“你给林县长开了6年车，怎么还真以为能搬来尊大佛？我告诉你，这是村里的事，谁来也没用。”陈远明握紧了拳头，窗外黄昏的余晖正逐渐被黑暗吞噬。“周书记，我敬你是长辈，但请你记住，这是法治社会，不是谁的权力大谁就有理。”陈远明一字一顿地说：“至于我能不能帮上忙，走着瞧吧。”周国强冷笑一声：“好大的口气，我倒要看看你能玩出什么花样。”说完，他转身离去，背影在昏黄的灯光下显得又高又瘦，像一只伺机而动的狐狸。陈远明站在原地，望着那渐渐远去的身影，眼中闪烁着冷静的光芒。6年的时间，足以让一个年轻人成长，也足以让一个村庄变样。唯一不变的，或许只有权力的傲慢与欲望的贪婪。第二天一早，陈远明骑着父亲的电动车，沿着村里的主路慢慢转悠。昔日的泥巴路如今铺上了水泥，道路两侧新建了排水沟，沟边栽种着整齐的绿化带，村口竖起了一块大牌子：“美丽乡村示范点。”表面上看，李湾确实变了样，但陈远明的目光却越过这些表象，落在那些被遮掩的角落。排水沟有几处已经堵塞，绿化带里杂草丛生，村口牌子的背面已经锈迹斑斑。发展的表象下，掩盖的是怎样的实质？它停在村委会门口，这是一栋崭新的2层小楼，白墙红顶，门前一面鲜红的国旗迎风飘扬。大门口停着几辆轿车，其中一辆黑色奥迪尤为显眼，县里的干部都开不起这样的车，村书记周国强却有。有意思，陈远明正准备离开，突然听到一阵激烈的争吵声从村委会里传出：“周书记，你这是强买强卖，10亩地只给20万补偿，县里规定的标准明明是每亩地至少3万，你克扣了1半还多。”一个尖锐的女声响起：“赵巧珍，你又来闹事！工业园区是为了村里发展，你一个妇道人家懂什么？”周国强怒吼道：“我怎么不懂？你和开发商私下交易，从中吃回扣，全村人都知道。上次张会计想查账，被你一脚踢开，现在人还在医院躺着呢。胡说八道，在造谣，小心我告你诽谤！”争吵声越来越大，忽然啪的一声脆响，似乎是有人被打了耳光，接着是女人的哭声：“你敢打我，我去县里告你去！去啊！你以为县里的人会信你一个疯婆子的话？”周国强的声音带着得意：“告诉你，这个项目是吴副县长亲自批的，你觉得他们会为了你一个刁民得罪开发商？做梦去吧！”陈远明皱起眉头，悄悄靠近村委会大门。一个衣着朴素的中年妇女跌跌撞撞地冲出来，脸上火辣辣的一个巴掌印。她撞上陈远明，抬头一看，愣住了：“你是远明，陈大川的侄子？”陈远明点点头：“赵婶，
赵巧真的眼圈红了。你回来的正好，你大伯被欺负惨了，全村没人敢帮他说话。你在县长身边工作，能不能？赵巧真还不死心是吧？周国强从村委会里大步走出，看到陈远明，表情一僵，随即堆起笑容。远明啊，一大早就来村委会，是有什么事吗？没什么，路过听到争吵，过来看看。陈远明面无表情地说，没想到周书记处理村务这么有魄力，直接动手。周国强脸色一沉，家务事你别管。陈远明看了看赵巧真脸上的巴掌印，冷笑道，打人也是家务事，你……周国强气得脸色发白，正要发作，突然手机响起，他看了一眼，表情立刻变得恭敬，接通电话，喂，何总，是，一切都按计划进行。那快递，放心，最多再有3天就能全部搞定。好，我亲自去接您。挂断电话，周国强狠狠地瞪了陈远明一眼，转身回村委会去了。赵巧真拉着陈远明的手，声音颤抖，远明，你可要帮帮你大伯啊！周国强勾结开发商，把村里的地都卖了，补偿款克扣了1半多。你大伯那块果园，他们已经盯上好久了，就因为不肯签字，这段时间没少受气。陈远明扶着赵巧真坐到路边的石凳上，赵婶，你慢慢说，到底是怎么回事？赵巧真抹了抹眼泪，去年县里来人说要在咱们村建工业园区，征用村东头的土地，按政策，地是集体的，但使用权在农户手里，征用得给补偿。县里文件写得明明白白，每亩至少3万元补偿，还要安排就业。可你猜怎么着？他压低声音，周国强和开发商私下签了合同，只给每亩2万，剩下的钱都被他们吞了。村里人不是不知道，但都怕惹事，只能认了。只有你大伯，一是因为那片果园是祖传的，二是知道这里面的猫腻，说什么也不肯签。陈远明皱眉道，这是闹到县里去了吗？去了，我和几个村民去信访办告过状，可人家不受理，说这是村内矛盾，让我们回村协商解决。赵巧真苦笑一声，协商？何郎协商？那果园里的古树呢？应该有保护价值吧？赵巧真眼睛一亮，你也知道那棵树？是啊，那是咱们村最老的苹果树了，据说当年还是从国外引进的新品种。去年县文物局来人调查过，说是有历史价值，要建档保护。可是什么？文物局的人后来就没了消息，听说是开发商给他们送了礼，档案就被压下来了。赵巧真叹了口气，这年头钱能通神啊。陈远明若有所思，作为县长的司机，他对县里的权力格局了如指掌。开发商若想在里湾做项目，必然有县领导在背后撑腰。周国强嚣张的底气也正在于此。但即便如此，法律就是法律，只要证据确凿，就算是县领导也不敢明目张胆的违规。赵婶，谢谢您告诉我这些。陈远明站起身，我需要时间了解情况，您先回去吧，小心点，别再和周国强正面冲突。赵巧真抓住他的手，远明，你真能帮上忙吗？你大伯这几天吃不好睡不好，我怕他身体吃不消啊。陈远明轻轻拍了拍他的手，赵婶，我保证，只要有一线希望，我都不会放弃。赵巧真含着泪点点头，转身离去。陈远明望着村委会的大门，眼神冷峻。他拿出手机，拨通了一个号码，老张，是我，远明，帮我查一个项目，
李湾工业园区，对，就是我老家那个村。我要知道投资方是谁，项目审批流程以及相关领导的批示，不用那么麻烦，你就查公开信息就行。好，谢了。挂断电话，他骑上电动车向村东头驶去。陈大川的家在村东头，一座老式的土坯房，低矮却干净整洁，院子不大，种着几棵桃树和一片菜地。陈远明推开院门时，陈大川正在院子里劈柴。老人动作利落，一斧下去，木柴应声而裂。大伯，早啊！陈大川抬头，脸上的表情舒展了一些。远明来了，吃早饭了吗？吃过了。陈远明看着院子里堆积如山的木柴，大伯，这么多柴，劈到什么时候去？陈大川叹了口气，睡不着，出来活动活动。他放下斧头，擦了擦汗。你爹怎么样了？没大碍，今天气色好多了。陈远明在院子里的石凳上坐下。大伯，我想了解一下工业园区的事情。陈大川脸色一沉，别管那事，你回县城好好工作。大伯，您信我吗？老人沉默了一会儿，点点头，信。那就和我说说实话，这个工业园区到底是怎么回事？陈大川坐到陈远明对面，苦笑道，还能是什么事？无非是有人想发财，看上了这块地。他指了指东边，你看那边，原本全是良田，年年都是丰收，现在倒好，全部征用了。要建什么工厂？开发商是谁？县里的复兴集团，老板姓何。陈大川哼了一声，一个暴发户，听说以前在县城开小超市，这几年不知道走了什么门路，一下子成了大老板，到处拿地建厂。陈远明眼睛一亮，何志刚，对，就是他，你认识？听说过。陈远明若有所思，大伯，这个工业园区，村里人都同意了。哪是同意，还不是被逼的。陈大川摇摇头，开始说每亩地补偿3万，后来到手只有2万，还要分3年付清。那些没地吃饭的年轻人哪管这些，只想着拿钱进城买房子。但我们这些老人祖祖辈辈靠着这块地活命，哪舍得啊？县里文件上怎么说的？文件？谁见过文件？陈大川冷笑一声，都是周国强在村民大会上念的，谁知道真假？陈远明点点头，大伯，那棵古树的事，您跟县文物局反映过吗？陈大川眼睛一亮，反映过，去年文物局还来人看过，说是有价值，要列入保护名录，我还有他们开的证明呢。他起身进屋，不一会儿拿出一张纸，递给陈远明，这是一份盖着县文物局公章的证明，确认李湾村东果园内的100年苹果古树为县级文物保护对象，禁止砍伐或移植。陈远明仔细看了看，确认公章是真的，心里有了一丝底气。大伯，这份证明很重要，您一定要保管好。陈大川点点头，我知道，所以一直藏在柜子最里面。可是有用吗？前几天周国强来我家，说什么文物局已经取消了保护资格，让我别做无谓的挣扎。他有文件吗？没有，只是嘴上说说。陈远明眼中闪过一丝冷意，大伯，您放心，我会去查清楚。如果古树真的是文物保护对象，那么工业园区必须避开，这是法律规定。陈大川苦笑道，远明，你在县城工作，不知道农村的水有多深，这些年只要有钱，什么规定都能绕过去，不试试怎么知道？陈远明拍了拍老人的肩膀，大伯，再给我几天时间，
我一定帮您把这事摆平。陈大川深深地看了陈远明一眼，眼中有怀疑，也有一丝希望。好，大伯信你，但是你自己要小心，别为了我这1亩3分地把工作搭上。陈远明笑了笑，大伯，您放心，我有分寸。告别陈大川，陈远明没有立刻回家，而是骑车去了县城。作为县长的司机，他对县政府的各个部门都很熟悉。第一站，他去了规划局。规划局档案室的老张是他的老熟人，经常找他借车。看到陈远明，老张笑眯眯地迎上来：“小陈，今天怎么有空来我这？”老张，来找你帮个忙。陈远明递上一包烟：“荔湾工业园区的规划图，能让我看看吗？”老张挠挠头：“这个按规定不能外借啊，我就看看，不带走。”老张犹豫了一下，最终还是架不住陈远明的软磨硬泡，带他进了档案室。工业园区的规划图很新，颜色鲜艳，一目了然。陈远明仔细看了看，果然，陈大川的果园正好在规划范围内，而且是位于中心位置。老张，这个项目批下来多久了？去年底刚批的。何总特别着急，听说年前就开始谈了。老张压低声音：“县里几个领导都很支持，尤其是吴副县长，亲自过问好几次了。”陈远明心里一动，吴副县长，对啊，分管经济的那位。老张眨眨眼，听说和何总关系不一般。陈远明若有所思，吴明德副县长是林书林的老对手，两人明争暗斗多年。如果这个项目是吴副县长在推，那事情就更复杂了。他又去了文物局，找到了去年负责古树调查的小陈。小陈是个刚毕业不久的年轻人，看到陈远明，有些紧张：“陈司机，您找我有事？”小陈，去年你们局在李湾村调查的那棵古苹果树，现在是什么状态？还在保护名录上吗？小陈犹豫了一下，四下看看，压低声音：“理论上还在，但是什么？但是有人给我们局长施压，要求撤销保护资格。”小陈叹了口气，不过局长没同意，因为那棵树确实符合保护标准，现在这事卡在那里，谁也不敢轻易下决定。陈远明点点头，明白了，谢谢你告诉我这些。陈司机，您问这个做什么？没什么，就是好奇。陈远明拍了拍小陈的肩膀，对了，那份保护证明还有效吗？当然有效，除非局里正式发文撤销。陈远明心里有了底。最后一站，他去了县政法委。政法委的王主任是林书林的老战友，两人关系铁得很。看到陈远明，王主任热情地招呼他坐下。小陈啊，林县长还好吧？怎么今天有空来我这里？陈远明苦笑道：“王主任，我遇到点事，想请您指点。”什么事？说来听听。陈远明将陈大川的遭遇简单说了一遍，当然隐去了一些细节。王主任听完，神色凝重。这事确实不简单，一方面是发展需要，一方面是群众利益，两者如何平衡，很考验干部的智慧啊。王主任，我想知道，如果真有人强拆，该怎么办？王主任沉吟了一会儿，按照法律，未经合法程序，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强制征收土地或者强制拆迁。如果有这种情况发生，受害人可以向公安机关报案，也可以向法院起诉。可是乡下地方办事全靠关系，谁敢得罪村干部啊？王主任意味深长地看了陈远明一眼。小陈，你在林县长身边这么久，
应该明白，任何权利都有制约，村干部再厉害，也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他顿了顿，不过话说回来，这种事情最好还是协商解决，闹大了对谁都不好。陈远明点点头，明白了，谢谢王主任指点。离开县政府，天色已晚，陈远明骑着电动车，沿着乡间小路慢慢返回里湾。夕阳西下，田野里一片金黄，远处几个农民正弯腰劳作，身影在落日的余晖中拉得很长。这片土地承载了太多人的希望和汗水，为了发展，要牺牲什么，又该坚守什么？陈远明不知道答案，但他知道有些事情值得一争。接下来的几天，陈远明一边照顾父亲，一边暗中调查工业园区的事情。通过县里的朋友，他了解到复兴集团的老板何志刚确实和吴副县长关系匪浅，两人是连襟。何志刚的老婆是吴副县长妻子的妹妹。这个项目从立项到审批，处处都有吴副县长的影子，而周国强作为村书记，自然成了吴副县长在基层的代言人。但即便如此，法律就是法律，如果能证明古树确实是文物保护对象，那么工业园区必须避开，这一点任何人都不能违背。第3天早上，陈远明正在家中吃早饭，突然听到外面一阵喧哗，不好了，大川叔晕倒了。陈远明扔下碗筷，冲出门外，只见几个村民抬着陈大川匆匆往村卫生室赶。老人脸色惨白，双眼紧闭，已经失去了意识。怎么回事？陈远明跑过去，帮忙扶住陈大川。赵巧珍泪流满面，刚才村里开会，周国强宣布明天就要开始拆果园了。你大伯一听，气得浑身发抖，然后就倒下了。陈远明的眼睛瞬间变得通红，送医院，去县医院。他冲回家，开出那辆黑色帕萨特，把陈大川小心翼翼地放到后座。赵巧珍和另一个村民跟着上了车。你们照顾好大伯，我去开车。一路狂奔，半小时后，陈远明把车停在县医院急诊室门口。医护人员迅速将陈大川推进抢救室。医生，我大伯怎么样？陈远明焦急地问。值班医生摇摇头，血压太高，有脑梗的迹象，要立即检查治疗。2小时后，陈大川被推出抢救室，转入重症监护室。医生告诉陈远明，老人暂时脱离危险，但需要继续观察。陈远明坐在走廊的长椅上，双手掩面。赵巧珍坐在一旁，轻声安慰他：远明，别担心，大川叔命硬，会没事的，都是因为我。如果我早点处理这事，不怪你，是周国强太狠心了。赵巧珍咬牙切齿地说，昨天晚上他把村里几个刺头都叫去喝酒，说什么只要配合拆迁，每人有好处。今天一大早就开会，说县里已经批准了，明天就要动工，谁阻拦就是破坏发展，要坐牢的。陈远明猛地抬头，他有县里的批文吗？谁知道，他只说有，没拿出来给大家看。陈远明眼中闪过一道寒光。好，既然他要玩，我就陪他玩到底。他拿出手机，打了几个电话，然后对赵巧珍说，婶子，您留在这里照顾大伯，我回村里一趟。赵巧珍担忧地看着他，远明，你要干什么？小心点啊，那些人什么都干得出来。陈远明点点头，我心里有数。回到里湾，陈远明直奔村委会，推开门，会议室里坐满了人。周国强正在激情澎湃地讲话，
为了村里的发展，我们必须团结一致，配合工作。明天复兴集团的设备就要进场，咱们要做好准备。看到陈远明进来，周国强的声音戛然而止，会议室里瞬间安静下来，所有人都转头看向门口。陈远明，这是村干部会议，闲杂人等不得入内。周国强冷冷地说。闲杂人等。陈远明冷笑一声，我是里湾人，我爷爷是这个村的老支书，我父亲为村里修水渠累出了病，我有什么资格不能参加村里的会议？周国强脸色一变，你，周书记，听说你宣布明天要开始拆迁了。陈远明走到会议桌前，我想问问，县里的批文在哪里？我大伯的果园是文物保护对象，有法律手续吗？周国强一拍桌子，站起身来。陈远明，你别以为给县长开车就了不起，这是村里的事，轮不到你来指手画脚。村里的事。陈远明冷笑一声，从包里拿出几份文件，重重地拍在桌子上。这是县文物局的证明，确认我大伯果园里的古树是县级文物保护对象，禁止砍伐或移植。这是文物保护法相关条款，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破坏文物保护对象。这是土地管理法，规定征收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必须按照法定程序进行，并给予合理补偿。他一一指着这些文件，声音越来越高。周国强，我问你，你凭什么说明天要拆我大伯的果园？县里有正式批文吗？文物局解除保护了吗？你给出的补偿符合标准吗？会议室里鸦雀无声，村干部们面面相觑，不知所措。周国强的脸色阴晴不定，最终冷笑一声，陈远明，你别在这里装模作样，这个项目是吴副县长亲自批的，何总已经投入了大量资金，你以为凭这几张纸就能阻止发展的车轮？告诉你，没用，是吗？陈远明拿出手机，拨通一个号码，按下免提键。喂，王主任吗？我是陈远明。小陈啊，什么事？电话那头传来政法委王主任爽朗的声音。王主任，我想请教一下，如果村干部未经合法程序擅自组织拆迁，是什么性质？王主任的声音立刻严肃起来，这是违法行为，必须依法处理。小陈，你遇到这种情况了？是的，我老家里湾的村书记周国强，明天要组织人强拆我大伯的果园，而且果园里有县级文物保护对象，这太过分了。王主任怒道，你放心，我马上联系县公安局，派人去现场制止。如果真有这种情况发生，必须依法追究责任人的责任。挂断电话，陈远明又拨通了一个号码。喂，陈局长吗？我是陈远明。是这样的，我大伯果园里的古树不是被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对象吗？现在有人要强拆，又是一番交谈。文物局陈局长也表态要派人前往现场。周国强的脸色已经铁青，会议室里的村干部们开始窃窃私语，有人甚至悄悄离开了座位。陈远明收起手机，冷冷地看着周国强，周书记，你还要坚持明天拆迁吗？周国强咬牙切齿，陈远明，你别得意，这事没完。说完，他摔门而出。会议室里一片寂静。半晌，一个老村干部站起来，对陈远明鞠了一躬。远明啊，你做得对。这些年，周国强一手遮天，没人敢说个不字。你大伯是个好人，果园是他的命啊，
不能就这么被毁了。其他村干部也纷纷附和，有人甚至开始诉说周国强的种种不法行为。陈远明摆摆手：“各位叔伯，我不是来兴师问罪的，我只想说，发展是必要的，但必须在法律框架内进行。如果工业园区能避开古树，合理补偿村民，相信大家都会支持。”老村干部点点头：“对，就该这样。咱们不反对发展，但得按规矩来啊。”陈远明环顾四周，心中感慨万千。这些朴实的村民，他们需要的不是高高在上的拯救，而是一个公平公正的环境，一个能让他们安心生活的家园。走出村委会，陈远明深吸一口气，望着远处的田野。当晚，陈远明接到了林书林的电话：“小陈，你在老家遇到麻烦了。”林书林的声音一如既往的平静：“林县长，您听谁说的？吴副县长刚才打电话给我，说你干涉李湾工业园区项目，阻碍发展。”林书林轻笑一声，说得很严重啊。陈远明沉默了一会儿，决定实话实说：“林县长，我大伯的果园在工业园区规划范围内，但园内有一棵被文物局认定的古树，村书记周国强想强行拆除，我大伯不同意，现在已经被气得住院了。”“哦，文物局认定的，有证明吗？”“有，我已经找到了。”“那就按程序走，有理走遍天下嘛。”林书林顿了顿：“不过小陈啊，你也要注意分寸，毕竟你是我的司机，一言一行都代表着我的形象。”陈远明心中一凛：“林县长，您的意思是？”“我的意思是，做事要讲究方式方法。”林书林缓缓道：“项目是好事，但必须在法律框架内进行。如果真有不当之处，应该通过正规渠道反映，而不是大张旗鼓的对抗。”“明白了，林县长。”“好，你处理完家里的事，尽快回来上班。省里的会议结束了，下周还有几个重要活动需要你开车。”“是，林县长。”挂断电话，陈远明若有所思。林书林的态度看似模棱两可，实则已经给了他一个明确的信号：只要有理有据，他不会阻拦。第二天一早，陈远明接到赵巧珍的电话，说陈大川已经醒了，情况稳定，可以探视了。他赶到医院，见大伯躺在病床上，脸色苍白，但神志清醒。“大伯，您感觉怎么样？”陈远明坐到床边，轻声问道。陈大川微微一笑：“没事，死不了。”他握住陈远明的手，听巧珍说：“你去村委会和周国强对峙了。”陈远明点点头：“我找到了文物局的证明，还联系了县里几个部门，他们答应派人来调查，暂时不会强拆。”陈大川叹了口气：“远明，你有心了，但是这事恐怕没那么简单。周国强在村里这么多年，关系网错综复杂，县里哪个部门没有他的人？怕是雷声大雨点小啊。”“大伯，您别担心，这次不一样。”陈远明坚定地说：“我已经把证据都准备好了，如果他们敢强拆，就是公然违法，谁都担不起这个责任。”陈大川沉默了一会儿，忽然问道：“远明，你在县长身边工作，前途大好，为什么要为这事得罪那么多人？”陈远明看着窗外的阳光，轻声道：“大伯，您还记得我小时候吗？每年秋天，您都会带我去果园摘苹果，然后给我讲那棵古树的故事。您说，这棵树已经活了70多年，经历过战争、饥荒、洪水，却依然每年结果，从不间断。您说，做人就要像这棵树一样，扎根在土地上，
不管风吹雨打，都要挺直腰杆，结出自己的果实。他转过头，直视陈大川的眼睛：“您教给我的，我一直记得，所以即使在县城工作这么多年，我也从不忘记自己的根在哪里。这不仅仅是为了一棵树、一片果园，而是为了守护我们村的尊严和规矩。”陈大川眼圈红了，伸手拍了拍陈远明的肩膀：“好孩子，大伯没白疼你。”正说着，病房门被推开，赵巧珍匆匆跑进来：“不好了，复兴集团的工程车队已经到村口了，周国强带着一帮人正往果园去呢。”陈远明猛地站起身：“什么？不是说好今天不动工吗？谁知道啊，我刚从村里过来，看到至少有10几辆大车，还有挖掘机。”赵巧珍急得直跺脚，这明摆着是要趁你不在，强行推平果园啊！陈远明脸色一沉：“好，那就看看谁的胆子更大。”他拨通了政法委王主任的电话：“王主任，复兴集团的车队已经到里湾了，看样子是要强行拆除果园，请您立即派人过来制止，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又联系了文物局陈局长和县公安局，要求立即派人前往现场。挂断电话，陈远明对陈大川说：“大伯，您别担心，好好养病，我这就回村去看看。”陈大川焦急道：“小心点，别跟他们硬来，那些人什么都干得出来。”陈远明点点头，匆匆离去。开车回村的路上，陈远明的心情异常复杂，他没想到周国强会来这一手，明知道县里几个部门已经介入，还敢贸然行动，看来背后的靠山给了他极大的底气。复兴集团的老板何志刚，吴副县长的连金，这层关系足以让他在县里横着走，而周国强作为他在村里的代言人，自然也是有恃无恐。但是法律就是法律，任何人都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车子疾驰在乡间小路上，扬起一路尘土。陈远明的眼神愈发坚定。到达里湾村口，远远就看到10几辆大型工程车辆停在路边，工人们正在卸载设备，几辆挖掘机已经启动，发出轰鸣声。陈远明将车停在路边，快步走向果园方向。远处，一群人正围在果园门口，其中周国强的声音最为响亮：“陈大川不在，谁敢阻拦？这是县里批准的项目，阻挠者就是与国家作对。”人群中有人反驳：“可这里有古树啊，是文物保护对象，怎么能随便推倒？什么古树？县里早就取消保护资格了。”周国强不耐烦地说：“都别废话，赶紧干活！”突然，人群自动分开一条路。周国强和何志刚转过身来，脸色瞬间变得难看。“陈远明，你来干什么？这是县里批准的项目，你敢阻挠？”周国强厉声喝道。陈远明冷笑一声：“周国强，你少在这里打官腔！这个项目的批文在哪里？文物局撤销古树保护资格的文件在哪里？全都拿出来我看看。”何志刚上前一步，一脸傲慢：“小伙子，我劝你不要多管闲事。我是何志刚，复兴集团的董事长。这个项目是吴副县长亲自批的，你一个小司机，别自讨没趣。”陈远明毫不退让：“何总，既然您这么有底气，那我们就等等看。县政法委、文物局和公安局的人马上就到，到时候大家把证据都拿出来，看看谁在说谎。”你！何志刚气得脸色铁青，转头对周国强低声说了几句。周国强走到陈远明面前，声音阴冷：“
陈远明，你别以为给县长开车就了不起，我告诉你，这片地是村集体的，怎么处置是村委会的事。文物局那张破纸算什么？一个电话就能撤销，是吗？陈远明从口袋里掏出手机，那我们现在就打电话问问。他按下免提键，拨通了一个号码。喂，林县长，对不起打扰您了。周围一片哗然，连何志刚也愣住了。小陈，什么事？林淑林温和的声音从手机里传出。林县长，我现在在李湾村我大伯的果园，复兴集团的人带着挖掘机来强拆。我大伯的果园里有一棵县级文物保护的古树，我已经通知了政法委和文物局的人，但他们还没到。现场情况有点紧张。林淑林的声音立刻严肃起来。我知道了，你先稳住局面，我马上给相关部门打电话。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能违反法律程序行事。挂断电话，陈远明环视四周，声音提高了8度。各位乡亲们，林县长已经表态了，任何人不得违法强拆，谁敢动手就要承担法律责任。周国强和何志刚的脸色难看到了极点。就在这时，几辆警车和政府部门的车辆驶入村口，车上下来10几个穿制服的人，快步走向果园。都别动！一个中年警官大声喊道：“我是县公安局副局长李刚，接到举报，说这里有人准备强行拆迁，是怎么回事？”文物局和政法委的人也到了现场，开始询问情况。何志刚急了，连忙上前解释：“李局长，误会，都是误会，我们是来勘察地形的，没打算今天动工。”周国强也赶紧附和：“是啊，是啊，我们只是来看看，准备下周再正式启动。”李副局长冷笑一声：“是吗？那这些挖掘机是怎么回事？”陈远明将文物保护证明递给文物局的人，又将自己了解到的情况一一道来。越来越多的村民围了过来，七嘴八舌地诉说着这几年周国强的种种不法行为。何志刚看情况不妙，悄悄给吴副县长打电话求救，但电话那头传来的消息让他脸色煞白。林县长已经亲自过问此事，吴副县长不敢再插手。李局长，事情是这样的。何志刚挤出一丝笑容：“我们复兴集团是按正规程序拿到这块地的，所有手续都合法合规。至于古树的事，我们确实不知情。如果真有这回事，我们当然会避开它。”陈远明冷笑一声：“何总，您说不知情，那请问这份规划图怎么解释？”他从包里拿出从规划局复印的图纸，上面清清楚楚标注着果园的位置和古树的标志。何志刚哑口无言。李副局长严肃地说：“这个项目暂时停止，等县里调查组查清楚再说。”何总、周书记，你们需要配合调查。周国强脸色铁青，突然指着陈远明怒吼：“你不要得意！我告诉你，这事没完。你以为仗着县长撑腰就能翻天？我在李湾几十年，什么风浪没见过？”陈远明平静地说：“周书记，我不是仗着谁的事，我只是相信，在这个国家，法律终究是最大的靠山。”这一刻，在场的村民们不约而同地鼓起掌来，掌声越来越热烈，在春日的阳光下回荡在果园的上空。1个月后，李湾村的工业园区规划有了重大调整，县纪委组成调查组进驻李湾，对工业园项目进行全面调查，发现诸多违法违规问题。
为履行合法征地程序，补偿标准低于政策规定，故意隐瞒文物保护对象。周国强因挪用村集体资金和贪污补偿款被立案调查，他在村委会账目上的鬼把戏终于曝光，何志刚与吴副县长的不正当关系也被曝光，工业园区项目被责令重新规划，避开古树保护区域，并提高村民补偿标准。最令村民们惊喜的是，陈大川的古苹果树被正式列入县级自然文化遗产保护名录，成为李湾村的一张文化名片。陈远明每天到医院照顾大伯，陈大川的身体逐渐好转，精神也越来越好。一天，林书林来医院探望大川同志，感觉怎么样？林书林和蔼地问道。陈大川感激地握住他的手，托您的福，好多了。要不是您撑腰，我这棵老树怕是保不住了。林书林摆摆手，这是法律该做的，不是我。他转向陈远明，小陈，这次你做得很好，处理问题既坚持原则，又注意方式方法。陈远明谦虚地说，是林县长教得好。林书林笑了笑，好了，我就不多待了。大川同志，您安心养病。对了，县里准备在您的果园附近建一个特色农业观光区，您的古树将成为重要景点，到时候还要请您当讲解员呢。陈大川惊喜地睁大眼睛，真的？当然是真的，这不仅是对历史文化的保护，也是推动乡村振兴的好方法。送走林县长，陈大川拉着陈远明的手，眼中含泪。没想到一辈子守着这片地，到老了还能有这样的好事。陈远明微笑着说，大伯，这就是坚守的力量。3个月后，陈大川完全康复出院。李湾村举行了新一届村委会选举，一位德高望重的老教师当选为村书记。陈大川的果园修缮一新，古树四周建起了保护栏，还立了一块介绍牌，讲述这棵树的历史。农业观光区开始动工，规划中包括果蔬采摘、农事体验、乡村民宿等项目，将带动整个村的发展。在果园迎来丰收的季节，陈大川组织了一场丰收节，邀请全村人来参加。果树下摆满了长桌，上面是各家带来的美食。陈远明坐在古树下，看着村民们谈笑风生，心中满是宁静与喜悦。赵巧珍走过来，递给他一个红彤彤的苹果。远明，听说你要回县城上班了？陈远明点点头，林县长的假期批完了，我得回去工作。你这次回来可是为咱村做了大事啊。陈远明笑着摇摇头，婶子，我只是做了我该做的。远处，陈大川正在给一群孩子讲古树的故事，他指着树干上的年轮，声音洪亮而自豪。这棵树已经活了70多年，见证了我们村的风风雨雨。他教给我们的就是无论环境多么艰难，都要坚守自己的根，挺直腰杆，开花结果。陈远明静静地听着，目光越过果园，望向远处连绵起伏的青山。在这片他成长的土地上，传承着最朴素也最深刻的道理：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该坚守，什么可以放弃。夕阳西下，古树的影子拉得很长，像一只巨大的手掌，温柔地抚摸着这片土地。第二天一早，陈远明驾驶着那辆黑色帕萨特，准备返回县城。车窗外，晨光熹微，村庄笼罩在一层淡淡的晨雾中。陈大川和赵巧珍送他到村口，依依不舍。大伯，婶子，
你们保重，我有空就回来。”陈远明说。陈大川拍了拍他的肩膀：“去吧，好好工作，记住，无论你走到哪里，这里永远是你的根。”陈远明点点头，发动汽车，缓缓驶离村口。从后视镜里，他看到陈大川和赵巧珍的身影越来越小，但那棵挺立在果园中央的古树，在朝阳的照射下，显得格外高大挺拔，仿佛在无言地诉说着一个永恒的真理。法律不是写在纸上的条文，而是活在人们心中的信念。只要有人愿意站出来，公正与正义终将战胜强权与欺凌。那一刻，陈远明知道自己在县城的工作还会继续，但他的心早已在这次回乡中找到了新的方向。也许有一天，他会学法律，成为一名真正为普通人代言的律师，守护那些像陈大川一样的普通人，守护那些像古苹果树一样值得珍视的美好事物。车子驶上县道，远处的城市轮廓渐渐清晰，陈远明的嘴角浮现出一丝微笑。他知道，无论走多远，李湾村那棵顽强生长的古树都会是他生命中最深的记忆和最坚定的力量。感谢大家的观看，本期故事精彩吗？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并分享给更多的人，这会对我帮助很大。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